想要写好字，最快速的方法就是知道该怎么练字，了解字体的间架结构，才能让写字的过程有依循的规则。本集介绍横画、竖画、撇捺之间的组合关系。嗨，我是君令，欢迎来到我的写字频道。不敢相信，写字影片已经来到第21集喽！你是频道的老观众吗？谢谢你的支持。是什么让你愿意继续收看君令所拍摄的写字影片呢？欢迎和我分享。你是第一次收看君令拍摄影片的新观众吗？有没有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讯呢？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横画、竖画、撇捺之间的关系。别小看这些笔画哦，笔画就是构成字体的要素，笔画的学问操控了字体的美丑。随着横画、竖画长度的不同，你知道吗？撇捺之间也会有相对应的变化哦。下面呢有几个字，大家先看一下。从这几个字中，你能不能看出在处理横竖撇捺时，它们有什么共同的类似的元素呢？给大家5秒钟想一下。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张图，我帮大家把相同的类型摆在一起了。这时候你有没有更明确的看出有什么不同了？其实不同的横竖的长度就要对应不同的撇捺关系哦。你目前所看到的字体是标楷体，从标楷体中就可以看出一些不同。那在硬笔书法中，我们处理的方式更是有很明显的区别哦。但是如果没有人详细的告诉你书写时的诀窍，你应该也不会发现这个书写时的原则哦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帮你整理并且分享给你知道的技巧，那就是画短直长，撇捺移深，画长直短，撇捺移缩。以上的部分是整理自清朝黄致元间架结构92法的书写原则，希望你能够借由古人的经验跟我的归纳，大量的缩短尝试错误的时间，而成长的更加的快速，并且我们可以借由了解间架结构的原则，让自己就算是遇到没有练习过的字，也能运用这些原则，把字的结构处理得妥帖适当。好，现在就来说破横竖撇捺之间的关系咯。我们可以把它区分成2个类型来配对。第一种类型，我叫它是短横长竖，然后配的是撇跟捺。哇，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了，我写出来一个木，对不对？那么等一下会在幕布这个部分再跟大家做一下详细的讲解，让大家在写木的时候可以写出木的神韵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二个咯，第二个部分。第二个部分呢是长横短竖，然后再加上撇跟点的应用哦。好，第一种写法跟第二种写法是对应在不同的横竖关系上。这个时候我们的撇捺会伸长跟缩短来对应哦。好，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影片进行了这么久，我都还没真正开始泛写字体？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哦，原理的讲解更为重要，因为懂得原理，才能够真正帮我们有能力去处理我们没有练习过的字哦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进入第一种类型的说明，也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短横长竖加撇捺。好，短横长竖加撇捺，我们首先来示范木这个字。木这个字呢，它呢有一个横画，这个横画是短横的处理结构。好，短横配上长竖，
书画想写的直，就要把你的力气放在我们的食指上，让食指担任行走引导方向的这个引导者。好，那么再写撇，然后再写捺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大致去计算一下我们的竖它的长度的分配，上面比例是1，下面比例大概是2。这样组成木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让木这个字体呢显现出比较架构上面分配适当的样子。好，那写了木之后，现在我来写一个本，本要在木这边加上1横。可是如果我直接加的话，其实这样子写出来的木字，它上头会显得太长，所以我们要写本的时候，我们一样是运用原则1，也就是横短、竖长、伸撇捺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横稍微往上，刚刚比较往下，现在往上一点。好，为什么要往上一点呢？那是因为等一下下方还要插入一个横画，接着我们再写竖画，再写撇，再写捺。然后我们的横画要放在什么位置呢？就放在我们的撇捺连成的这个中央连线的上面一点点。好，这样子写我们的本。好，所以上面这一节稍微短一些些，要比刚刚的幕布的部分稍微短一些哦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一样运用原则1的字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来写一下猪给大家看好了。猪，好，我们先写一个撇。好，接着我们要下横画了。横画要下在撇的什么位置呢？横画要下在撇的偏我们的这个起笔的位置，所以我们下在上面一点。好，不要下在太下面，我们下在上面一点，这样子等一下才可以凸显我们上面的这竖画的出头。接着我们再下第2笔的横咯。那第2笔的横要从什么地方开始起笔呢？如果我们从这边，那就太外面了。等一下我们伸撇捺的时候，这样撇捺部分就会不够凸显，所以我们把它缩回来一点，大概是跟我们这个撇画的结束的位置一样。这里我们下一个横画，然后横画超过刚刚横画的结尾一点点就停下来。好，接着我们再写一个竖画。好，把力气放在你的食指，让食指带着笔往下走。接着我们再写撇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去，再写一个捺。好 ，OK， 这样子就写好了猪了。那我们把猪的这个我们的长度做个分配的话，这边大概是1，这边也是1，这边大约是2。好，掌握比例的原则，那么字的笔画的搭配也有笔画搭配的黄金比例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好，再用第1个原则继续写，我们来写冬。冬也是一样，画短、竖长、撇捺、伸展，所以冬上面的横画，我们就让它维持短短的状态。接下来我们要写下面的约的部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呢就把约的部分尽量抓住均间的原则。好，接着我们就再写一个竖画，那竖就要直。好，再写勾。好，撇出去，那再往外伸。好 ，OK， 那这样就写好了冬的部分咯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原则1。好，原则1示范了4个范字，这4个范字都是要跟大家加强一个观念是，好，横短、竖长，这也是横短、竖长，横短、竖长。这时候我们就要伸撇捺。好，撇捺尽量的伸展，让它达到一个主笔的一个功效哦。好，这是第1个原则。那我说完了，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？如果明白了这层道理，你能不能想到一些也是运用这个原则在书写的字呢？
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的留言栏跟我分享哦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，一起进步。好，原则1说完了，接着我们来写原则2的部分吧。原则2的部分，我要讲的是画长，这时候横画伸长了，然后竖短，这时候就要撇捺移缩。那我来示范几个字吧。首先我来示范快乐的乐。好，快乐的乐上面是一个白，那我们先写有关白的部分。好，白的部分，我们的这个两侧的竖画尽量让它写得直直的。再来我们要写这个撇条点的部分。好，撇条点的部分呢，要把它控制好一点，让它的笔画能够均尖的处理。好，两侧的部分都好了。接下来我要来写下面的木的部分。我们为了承载上方这3拼的部件，你就必须把我们的横画拉长。如果你这时候让它的横画就短短的，然后再一个长长的竖钩，再一个伸长的撇捺，那这个乐字就会非常非常的奇怪。所以我们要伸长我们的横画，让它去承载乐字的整个重量，所以把它拉长。好，那既然横画拉长，竖画就要乖乖的缩减它的长度，让这个横画去平衡字体咯。好，那我们的竖画，你看它的长度就已经缩减很多了。这时候我们就要运用我们刚刚说的原则2。原则2就是画长、竖短、撇捺移缩。好，我们撇捺要缩了，缩成什么样的状态呢？我们的字体的笔画开始做改变，我们要缩成是撇，那我会一样写成点的样子。好，点 ，OK。好，那我们乐就完成咯。在这个乐里面，我们很明显的看到，我们这时候横画被做延伸了，那我们的这个竖画的部分缩短了，然后我们的撇捺也自然而然缩减了自己的空间咯。好，乐字示范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再示范下一个字。下一个字是竹，建筑的筑。建筑的筑这个字也不好写哦。建筑的筑上面呢有一个竹部，这个竹部呢本身在我们的部件中就不是很好处理的字哦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竹部怎么办呢？这竹部在写的时候撇横，接下来这个点我会写的稍微立起来一点。好，那我为什么要写立起来一点呢？是因为呢这样子的写法比较能够呢平均分配我们空间里的留白，才不会让我们的留白部分显得很凌乱。好，接着我们再写一个撇，然后再写一个横，在这个地方我也一样会写的比较竖。好，那你看我们的白的部分的切割就显得比较平均一点咯。好，接着我会再写一个弓。好，那么等一下呢，我会尽量呢让我的这个旁边的另外一个部件也缩在这个主部的下方，因为等一下下面还有一个要长长延伸的横画，所以我等一下再继续写的这个部分就会让它缩在里面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本来是勾，那勾的部分我就把它减省笔画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字体写起来会更协调。好 ，OK， 上半部我写好了，现在下面又出现一个木咯，这时我们要继续来研究一下。我刚刚说竹要选择原则2的这个原理来应用，可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？那是为什么呢？其实想想呢，这个道理蛮简单的，那就是因为幕布的上方有一大堆必须承载的笔画部件，那我们如果派出短横，再来配上上面的部件，那短横支撑的力道就不够，在字体的协调性上就没有办法有平衡的作用，所以我们这时候一样会派出一个长横。那鼓励大家横画多练习哦，
因为横画是笔画之王，如果你横画写得像样的话，这个笔画字体也一定会是蛮有水准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写竖画咯，竖钩。好，接着这个时候，原本我们都会延伸撇捺，这时候呢，由于我们的横画是长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进行第二组原则的配置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让我们的撇捺变成缩减成点。好，本来是撇，我写成点，然后这边也是写成点的样子咯。好 ，OK， 那这就是我们建筑的竹。好，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2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是横短竖长，撇捺伸展；第二个原则是横长竖短，撇捺移缩。好，在这2个原则里，我分别示范了几个字，并且告诉大家这些字在运用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去使用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如果我的分享还是没能给你一些收获，请你告诉我你还需要哪些部分的课程加强，我会再努力思考看看咯。也很感谢所有留言替军令打气鼓励的人。拍影片真的好不容易哦，光是想课程、拍摄影片、上字幕都是很烧脑、花时间的事情，花费的心血是这么的惊人。自己开始分享后，我才知道啊，原来分享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诶。所以现在我看别人拍摄的影片，都一定会将心比心，记得帮他按个赞，鼓励创作者的用心哦。关于自己的影片到底还能分享多久这个问题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每次我都会想，也许啊，这是最后一集了。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内容也让你有收获，请你一定要让我知道哦，留个言告诉我吧，这样都能让我创作的小小火苗再度燃起，继续努力为这个世界贡献自己一点点的小小心力哦。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